台防务部门称，14号监测到68架次解放军军机所谓大举出海，其中40架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还有高达20艘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使得绕台的解放军舰机数量均创下今年新纪录，引发岛内诸多解读。而对于美台军事勾连，外交部15号宣布，决定对2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并敦促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针对近日美国先后以军售、军援和贷款等形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先进武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号指出，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在武装台湾的错误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根据台防务部门14号公布数据称，自13号上午6时至14号上午6时，陆续侦获解放军苏30、歼10、BZK 005、歼16、空警500、运油20以及运9等各型战机创纪录的68架次，其中40架次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台防部门12号还公布，多达20艘解放军军舰在台海活动，也创下新纪录。台防部门研判，解放军战机与军舰是为配合此前经过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的航母山东舰进行海空联合演训。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也称，13号上午约8时，发现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等总计6艘军舰从冲绳县宫古岛向南航行约650公里，附近海域有舰载机和直升机在山东舰航母上起降。你想这样一个随心增加数量，随时可以过去，然后呢，所谓台海中线哪边我们都可以去，这样一种随地就给台军造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威慑。台湾媒体特别注意到，解放军空军此次罕见出动3架运油20空中加油机。太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称，解放军此举已经把巴士海峡变成空中走廊，而且3架运油20可以对27架次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也就是说，解放军战斗机出第一岛链远洋作战的能力会更强。南航母通过巴士海峡，北军舰、北战舰8艘通过宫古海峡，刚好形成一个攻防。那战舰夺取的是海优。那航空母舰夺取的是空优跟海优，而且大家都知道，它13艘的是重点于南边，那这刚好对台湾实施一个饱和的前行战术。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基形容，此次解放军出动的战机和军舰火力极为强大。68架次，这个什么概念啊？这已经几乎是一种小型的战争的概念了。对，再加上运油23个架次。运油就是空中加油，歼16、歼15，舰载机也好，重型战斗机也好，在空中加油，续航能力就是1500公里啊，对，满油就1500公里啊，作战半径啊，对。那你想想看，这个整个范围都在打击范围啊，那你不要忘记，在山东号上面还有32架战斗机啊。对，所以这个就火力极为强大。对，火力极为强大。面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形成的巨大军事优势，岛内的台独分子仍在幻想以卵击石。14号在台北举行的一场防务展，攻击无人机成为关注焦点。岛内最高军事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展示多项研发成果，其发布的反辐射系列无人机战术演片，模拟大批舰翔反辐射无人机及巡飞弹2型，以蜂群战术饱和攻击舰航母编队。同时配合雄3反舰导弹进行攻击。台媒称，该视频是以解放军福建舰航母编队为假想敌制作的战术攻击短片。对此，有岛内舆论讽刺这是痴人说梦，因为作战时航母战斗群的警戒范围已扩大到500到900公里，根本无法靠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防务展上，台湾中科院还首次公布了台军万箭弹的实测画面，可见穿透跑道及引爆威力。万箭弹又称万箭遥攻武器系统，是台当局自行研制的一款机场压制武器，实际是一种视距外集束弹药巡航导弹，被吹嘘是所谓决战境外的标志性武器之一，其所含子母弹可有效破坏敌方机场跑道。不过，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蔡正元在岛内政论节目中举例说，解放军的导弹防御体系严密，台湾的导弹无论怎么吹嘘性能优异，都飞不出台湾岛。台湾有一些人在讨论台湾自己发想什么，长城导弹啊。我说长城导弹打得出台湾岛吗？他们一听愣住，为什么会这种想法？
因为很简单啊，台湾岛所有可能发射导弹的轨迹都在解放军的雷达监视底下。是在雷达监视底下，解放军有没有相同的东西或者反导弹的东西可以把它打下来？有啊，更密密麻麻。对，所以在某种程度饱和攻击底下，台湾岛发展任何飞弹要飞离台湾岛很困难。近一段时间以来，解放军山东舰航母和福建舰航母在台美的出境率颇高。先是山东舰航母编队11号行进台岛鹅銮鼻东南60海里，并向东航行。台媒借此炒作称，这是山东舰迄今距离台湾岛最近的一次航行。接着，台军方又在其防务报告书第1篇章区域情势中绘制大陆第3艘航母福建舰，并介绍其性能。显然，台军与台媒配合造势，试图向岛内舆论暗示，大陆3艘航母都是冲着台湾而来，从而强化所谓大陆军事威胁。不过，这在岛内专家看来非常荒谬。有台军退役将领此前就指出，解放军要解决台湾问题，并不需要出动3艘航母，且解放军航母的主要目标并非台湾。但无论他怎么样来利用我们的航母说事儿啊，最终真的如果有一天有需要的话，台军的那些战力，无论是我们的航母还是我们根本不需要航母，我们该统一是一定会统一的。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抵达美国，开始其8天访美行程。他此行的活动安排规格与之前的赖清德、柯文哲相比有何不同，成为外界关注焦点。另外，最新民调显示，侯友宜若与柯文哲若能组成侯柯配，将可能胜过民进党的赖萧配。蓝白合有没有可能实现？非绿阵营若联手下架民进党的胜算又有多大？来看详细分析。侯友宜当地时间15号抵达纽约，开始其8天访美行程。在美侨胞到机场欢迎侯友宜，高呼支持口号。据报道，侯友宜此访要参访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城市，并会晤美国国会参众议员，拜会智库、科技业及侨界等。侯友宜启程前在桃园机场表示，此行访美目标是希望美国对台海稳定和平给予更高关注度。美国了解我们捍卫民主制度、自由价值的信念，维护台海区域稳定和平的决心。侯友宜近2周与学者幕僚密集会面，14号启程前到台北市南港展览馆参观台北航天展，也特别到美国馆。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亲自接待，让外界有不少解读空间。不过，侯友宜办公室发言人黄子哲说，这属行前礼貌性拜会，并交换意见。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14号指出，侯友宜访美预计将和 AIT 主席罗森伯格会面，相关行程安排和往例相同，并重申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互动关系及美方所维持的一中政策依然没有改变。该发言人还表示，美方对岛内2024选举没有特定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侯友宜是参选2024的蓝白绿3大阵营中最后一位赴美的。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今年4月访美，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则在8月借机过境窜美，但因美方出于对赖清德的台独行径的疑虑，低调接待。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以自家妹妹要结婚为由不予接机。赖清德过境期间也没有安排任何与美国政府或国会议员的正式会面，只是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一些智库和侨界的活动。对于侯友宜是否能进入美国务院或白宫等地，美国在台协会方面没有回应。国民党方面分析，美方为了公平，对赖清德的低调将影响到侯友宜的接待安排。侯友宜不去的话，那会让民进党有一个操作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侯友宜走这一趟最重要就是说，要让台湾的百姓不要随便让民进党去误导，说这个如果他选上了啊，那可能会走向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但民进党此时在炒作所谓疑侯论，指侯友宜在两岸事务、防务、经济及外事4大议题上立场模糊，没有能力处理好台湾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并称其两岸立场也不知如何确保台海和平。对此，侯友宜在搭机赴美前回应称，岛内民众都对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有依赖论，最近又发生一旦论，这是民众最关心的，赖清德应该出面说清楚。
今年以来，岛内一直存在蛋荒危机。近期被爆出一家资本额仅50万元新台币的小公司进口逾8000万颗鸡蛋，领取1.75亿元新台币高额补助，引发岛内质疑。这个是民进党一种抹黑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可是呢，另外一点来讲的话，我想，人家对赖清德的怀疑是更清楚的啊。譬如民进党非常的怀疑，非常的担心。赖清德那种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啦，我想美国是担心这个会引起两岸之间的紧张，甚至会爆发战争，然后把美国给拖下水。所以如果讲说有对这个侯友宜有什么误会，不如去强调说，其实美国本身是很担心赖清德会引发战争的。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侯友宜访美挑战大。侯友宜对最敏感复杂的对外关系、两岸防务安全等重大问题，必须提出清晰明确的论述，没有回避的空间。在民进党极端反中意识形态造成台海兵凶战危现状之下，侯友宜除了破除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外，更对9·2共识等给予更清晰的论述。他更应同时表达两岸需要交流对话。为此，侯友宜此行任重道远并深具挑战，他必须具体阐述对美关系及两岸关系的理念，提出实际路线图，同时赢得美国与大陆的信任与尊敬，让选民看到他是下架民进党、引领台湾走出困境的最佳人选。在具体选情方面，最新民调数据显示，侯友宜的最新支持率暴涨，以29.5%位居第2；柯文哲以22.9%的支持率位居第3，第一仍旧是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支持率为36.5%。不过，根据中时新闻网14号发布的民调，侯友宜若与柯文哲组成侯柯配，将可获得38.4%的支持，胜过民进党赖萧配，及赖清德搭档萧美琴的29.6%，差距8.8%。这也引发岛内对侯柯配的可能性的猜想。对此，侯友宜启程前回应表示，他会团结所有力量往前走。不过，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指出，现时不存在侯柯配的选项，但也有民众党内人士认为，未来仍不排除通过民调来调整。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蔡正元表示，当前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独立参选，客观上会帮助侯柯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因为两个人的危机感会更重，不合也不行了。如果侯友宜独立参选，不跟柯文哲整合，赖清德就躺着当选。他们会不会合呢？如果他们两个人了解台湾的民意的话，他们应该要合，因为有超过60%的，就是60%的台湾的民众是希望民进党下台，因为他们觉得民进党的表现太差。那总体而言，因为还有足够的时间，在11月登记以前，我想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推动。我觉得民意如果觉得你们要合作，一起把民进党给下架，那我觉得侯友宜跟柯文哲就应该合作，搭配，互相搭配，然后来击倒这个赖清德。而岛内 New Talk 新闻15号公布的民调结果也进一步印证蓝白合的重要性。民调显示，如果蓝白整合，即便郭台铭独立参选，柯侯配或侯柯配都有实力击败民进党的赖清德。该民调还进一步针对年龄层分析，发现年轻族群相当不能接受侯友宜当正，柯文哲当副，但年长族群则相反，较不能接受柯侯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4人角逐下，赖清德仍以超30%支持率的优势领先柯文哲和侯友宜。台湾地区2024选举，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在访美之前对此行目的做了解释，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美国台海战略的根本目的。我认为过去70多年以来，美国台海战略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台湾成为对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冷战的棋子和桥头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方就必须既要防止两岸统一，更要防止两岸开战。前者会让美国失去台湾这个棋子和桥头堡，后者是更危险，还会将美国拖入到大国冲突当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才会既有依赖论，也会有疑侯论。怀疑赖清德与民进党，是因为担心其激进台独主张和路线会将美国拖入战火当中；怀疑侯友宜与国民党，是因为担心其亲陆政策会导致两岸走向统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
侯友宜临行前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在向美国喊话，而且喊话的内容非常具有针对性，是有备而来的，其目的就是要化解美国的疑侯论。所以我们看到侯友宜的这个表态，一是避开了两岸统独问题，这显然是为了跟赖清德台独路线做区隔，说明自己不是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的麻烦制造者；二是突出了台美之间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这显然是在向美方交心，自己并不想改变美国将台湾当成意识形态冷战棋子和桥头堡的政治地位与战略。甚至侯友宜还委婉地做出了台湾愿意加入美国印太战略的表态。不过我认为虽然侯友宜在向美国交心方面做得很卖力，但是他很有可能并没有真正捞到拜登政府的痒处。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上上下下普遍弥漫着台海必有一战的焦虑感，并且认为它很有可能会在2027年之前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与侯友宜最应该向美国表达清楚的是，他们跟民进党与赖清德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假如民进党与赖清德上台，这种情况就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假如国民党与侯友宜上台，他们是有能力力挽狂澜，为两岸带来和平的，而开启两岸和平的密码就是9·2共识。因此，国民党与侯友宜真正应该做的是向美方说清楚9·2共识的具体内涵及其带来的好处。台湾中时新闻网最新民调显示，假如侯友宜与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能组成侯柯配，将反超民进党赖萧配9个百分点。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民众党与柯文哲最终会接受侯柯配吗？其实有句俗话叫做“形势比人强”。当前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与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组成侯柯配，已经不是什么个人意愿问题，而是大势所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党的柯文哲除了顺应大势之外，已经别无选择。我甚至认为，在这个方面，柯文哲应该接受郭台铭的教训。前一段时间，赖清德民调遥遥领先，一枝独秀，已经极大地激起了泛蓝选民的忧患与危机意识，并使得蓝营不能再度分裂，成为了泛蓝内部的主流民意。这样一种情势对于郭台铭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利的，他可以坐地起价，等着国民党来整合。但是一旦他宣布独立参选之后，情势立马就急转直下了。他的这个行为不仅违背了自己早先做出的一旦初选失败就会全力支持侯友宜的承诺，再度暴露出了自己的诚信问题，而且违背了泛蓝内部不能够再度分裂的主流民意。于是我们看到，在宣布独立参选之后，郭台铭的民调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侯友宜的民调出现了大幅反弹的迹象。我认为很显然，这是因为原先一部分挺郭的蓝营民众因为对郭失望，转而支持侯友宜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商场上拼搏很成功的郭董，其政治智慧却让人不敢恭维，总是在大是大非与大趋势问题上做出同样的昏招，犯同样的低级错误。而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实际上也就开启了自毁模式。这对于国民党来说，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可以不用在整合郭台铭身上下功夫，转而将主要精力用在整合民众党与柯文哲身上了。那么在泛蓝整合破局之后，接下来岛内的主流民意就只剩下非绿整合与下架民进党了，尤其是不能让民进党长期执政，一党独大了。这就是赖清德的民调始终突破不了4成，以及几乎所有民调都显示出岛内有超过6成民众希望再度实现政党轮替的原因。同时也是近来侯友宜的民调会大幅反弹，反超柯文哲的原因之一。因为民意希望看到国民党去整合民众党，促成侯柯配。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民众党与柯文哲不接受侯柯配，那同样是在背离主流民意，是在开启自毁模式。
而且不仅仅是自毁，还会毁了国民党与侯友宜以及毁了岛内的主流民意的愿望。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在侯贺配问题上，民众党与柯文哲仍然在扭扭捏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配，而是因为他们在以半推半就的方式向国民党要价。